电好，我们讲说电不能存，所以电一旦发了就要用掉。那当然，你用掉的方式，你可以说把它存起来。但存起来的方式的话，就是用说电池那是很昂贵的那个存能方式。用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还有什么飞轮啊，或什么东西，你可以把电能先把它变成动能存着，有需要就是把它弄回来这样子。所以储能装置是很重要，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发展的能源科技。好，那如果单讲电力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因为电不能存，而且你不能发太多，如果说你发的电量跟现在使用的电量又差很多的话，反正电的效果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讲说一般的电力它都把它分成3种电力，叫做什么？基载电力、中载电力跟间载电力。它的分别就是什么呀？第一个，你基载电力，我好像这边有写嘛，有没有？全年负责使用，就代表说基本上我已经算出一个最基本的能量需求，我就全360天每年都开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成本是最低的。中载的话，冬天跟夏天。有显著的差距，那么呢，我就看看哪些东西是开夏天，哪些东西冬天可以关起来。间载的话，每一天又不一样，可能中午的12点的时候，12点到2点，冷气最强，我需要的电最多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我需要用它来补足当天的那个白天开，晚上不开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比较 rough 的那种的区分，但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哈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季节啊，我们就讲一天好了。讲一天，这个是基本上好，这个是取那一天的。民国101年7月11号，前年了哈，前年7月11号。然后那时候夏天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看从1点到中午12点到2点，这中间的什么发电量有很显著的发电了。那所以说台电有中控室啊，他们都是累积了很多的经验，很多数据，他们会预估说大概明天或是说未来几天发电量大概需求要在多少啊，然后他们就去邻居调配，说我怎么去让这个发电量跟我的使用量差不多，所以他们是在这做动态的调整。好，动态的调整就是在间载电力那边做动态调整，基载电力基本上是什么？没有不用做调整的，因为基本上它一定要有这么多，所以你会发现说怎么样？它的那个电力，你看这边是什么？从最基础的这个是那个核能，它是满载的啊。这个核能其实不是只有一天，就是365天，永远都是维持这样子在运作的。然后那个煤矿，这也是满载的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民营发电厂，因为有时候民营发电厂基本上也是燃气或是燃煤的，所以而且是保证收购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给它收购，所以这也是满载的。然后这个是叫气电共生啊，就是有一些工厂他们排出来大量的废气，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一些发电，这也是都是跟大部分都是有很多是民营的或是台电子公司满载的。负循环燃气，这就是比较你看它就在做调整了。这个负循环燃气，这个未来我们会介绍，就是说它是利用一个叫 combined cycle 负循环的。我们以前念过什么那个 Rankine cycle。有没有？还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 Brayton cycle 那东西，把它做负循环，这个也会讲。它都是燃气的，它有那个蒸汽涡轮机跟气涡轮机，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开始在做调整了。因为我们讲说燃气它发电非常快啊，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是可以做调整的。这个的话基本上你看都是 LNG 都是燃气天然气可以做调整。那有一些什么样？有一些那个什么。一些再生能源的话，它可能白天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满载，但是它到晚上可能就没有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在做电力的分配的时候，不是那么单纯说哦，我今天风力发电，我今天发了几百瓦，那边我的核能就可以少几百瓦，可不可以这样做？是不能这样做的。一般来讲，好像就有个数字啊，我忘记好像是乘以2或乘以3，就是说你如果为了维持发电的稳定量的话，你的风力发电要大于你的核能几倍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才能确保说我需要的时候它不会没有，因为它的发电是不稳定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安全容量，这样子才能那个啊。所以他这边讲说，如果说你要做一些主要能源的话，基本上风力、太阳能、光电、川流水利这种东西的，基本上它都是还是有一些间歇性能源啊，所以你不是那么说啊，它可以取代一些基载电力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这边有几个。我现在在讲台湾的发展，让大家以后可以你要有几个数据，你要发现，第一个叫装置容量。装置容量是说，我如果火力全开，我可以发这么多电。
OK， 但是呢，我们有讲过说，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比你总需要多一点，为什么？万一临时有跳机啊，有税收啊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所以装置容量是代表说我如果火力全开可以发多少，这个是历年的装置容量比。这边最主要还是有几个，第一个这是什么？水力发电。我如果没记错，对，你看水力发电，你看从民国40年到100年，几乎已经是不变的，但是而且是有越来越少的，有越来越少。我们讲过这跟环境跟环境的那个发展有相关。这个呢，这个是核能，你看几乎维持不，也是有在变，也是有在变少了。装置容量，然后这是什么？煤矿、石油跟天然气，对吧？就这几个，然后这是一些抽蓄水力发电厂跟再生能源，这是整个的那个装置容量。这个代表说我们如果它全开的话可以多少？但是一般正常的发电量呢，跟那个就不一样。这个才是比较符合现况。现在发电的多少？你会发现说有一个东西它的量特别多，有没有？核能。刚才的装置容量才多少？才12.6。但是呢，它的占的实际发电量占了将近什么？18%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我们在做一些辩论的时候，这个数据你如果没搞清楚，你会觉得说，有时候听到的是这个数据，有时候听到那个数据，你会看到说它是用什么数据。那为什么核能的发电量比较高？因为我讲说它是机载电力啊，机载电力基本上是什么样？火力全开的啊。那有些是因为它是用来做调节性的，或是用减载电力，基本上它不是火力全开，所以变成说它的装置容量会比怎么样？会比你实际发电的高啊。所以你如果要去看看说，我们今天取消了这个能源方式对经济的冲击的话，应该是从这边来看。那所以我就讲就好，我不是在永和，我只是在澄清一些观念哈。常常我们讲说，我们的法定不是当初在某任的行政院长，我们不是有定一个法定的装置容量吗？对，可是这个什么，就是说安全容量，就是代表说你会比需要的多少嘛？我们现在好像定10%几、16的样子还是18，我忘记了，这才是查一下。然后我们讲说，刚好这是18，代表说我们是多出来的安全容量。那刚刚好我们的核能是18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替回来，所以能源不会有问题。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？当然不正确啊。对不对？第一个那些东西本来就怎么样？本来就是安全的，而且是时候需要开的或怎么样子，你不可能100%都满，100%都满一定跳电的了，对不对？它不可能等到你刚刚超过才跳电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电力东西啊，不能怎么样，不能拿一块就换一块啊，一定要看看这里面的一些分布啊这样子。不过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，这个事实上如果以现在的发电量的话，这个核能还是占蛮大，这是最新的啊。刚才那个是一个整个的趋势啊，这个是我本来去年是讲到这边，这是100年，那这是昨天我把101年抓出来看。不过他这个台电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他颜色给它用不一样，那我不是很好比有没有？一样都是燃煤，这边是绿色的这边就变成红色的。这个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没办法很容易看。不过呢，从这边看就是怎么样，它的变化，那种能量变化不是大规模的改变，都是差不多。但是唯一的我们看得出来是怎么样？确实啊，再生能源我们讲是发电量，再生能源2.6到这边变4.5，确实是有在成长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方向是有抓到的，我们确实是有往比较绿色这个再生能源方向去走，只是说它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，这就要看看，这个就不是太清楚。这是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装置容量比100年、101年，这个是发电量的比，这是机载电力，基本上大同小异啦。你就大家知道，就是煤矿，然后那个燃气、天然，然后这就是核能，然后就是燃油，就其他的水力啊、再生能源啊，这样子差不了多少这个看一下。这个是他那个台电在方网站上比较最新的，就是它是以就是又更新102年去年一直到第3季为主，基本上它的什么样？它的整个那个发电比例，你可以看得出每一季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第1季、第2季、第3季，然后这个核能有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有最近的新闻吗？核一厂如果没
如果没有一些，如果环境评估没有过核一厂，恐怕过几年就不用过几年，搞不好今年或明年就会给它关厂了嘛？为什么？就是那个燃料池嘛，那燃料池要新增一个那个废燃料池，但是那个环保好像是水土保持没过，所以变成说如果没有这1、2年没通过的话，可能就这1、2年就得要关厂了嘛。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也不常讲说，核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？核废料嘛。那我不是有一说嘛，说什么核废料都往南屿丢吗？啊，都绿岛丢，这个是又对还是不对？南屿吧，南屿吧。然后这是对还是不对？这是对20%，不是对80%啊。核能啊，那我们的核废料有分高阶跟低阶的，那低阶的都确实是藏在南屿啊，但是低阶核废料是只有核能发电厂会有吗？你在那个什么，在医院里面照的 X 光，那个穿过去的那个手套怎么样？那都是那个算核废料，都有辐射线的废料，那些东西也都丢在，不是丢了，那个存放在绿岛，存放在南屿也不是丢了啊，对。所以基本上你的辐射产生的东西呀，低阶的才是会放在地方，真正高阶的现在都放在什么地方？发电厂里面啊，发电厂在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燃料池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而且现在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永久保存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一样。不是你上次如果看过的话，那个什么芬兰不是挖什么地下的隧道吗？挖了多深嘛？那希望说有一天可以那种，他们刚好那种国家里面那个地质比较奇怪，有一些很深那个地层的隧道，希望可以在里面做，因为那种东西基本上它的辐射很强，所以说在还没有适当的处理方式之前，全部都把它放在燃料池里面。第二个的话，当然还有一个核能学家会拿出来让你安心，说我们希望有一天那这个东西可以再利用。只是说现在以现在的机组或怎么样，那些东西的发电的效果就已经不是太好了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那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再提炼再利用呢？现在的那个技术还不是太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讲说放在那个地方，我讲说就是有两个原因嘛。第一个确实是还没办法处理，第二个是怎么样？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利用。那所以说现在不就是那个什么核一厂，就是那个已经放太多了吗？已经放不下去了吗？然后他们希望再辟建一个比较类似这样子的地方，但是好像水土保持法没有过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，好像是这1、2个礼拜前的事情而已啊。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没解决的话，很快的核一厂就会被关厂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整个台湾的供电就又需要做一些大洗牌。不过呢，讲这么多只是为跟大家讲一件事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台湾的电力的整个能源的分布跟电力的分布，让大家有个了解你知道有这些了解的时候，哪一天你要做什么样，你要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选择。那台湾98%的那个能源是进口，就看一下吧。你看，这是台湾从91年到100年台电，那是台电的而已啦。我们是讲台电，当然这个燃料的使用还有各部门，这是台电只是讲电力了。你看它的成长这一块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天然气吧，对吧？你看，跟那个什么，跟日本一样，这天然气的成长都是很高的。当然是有个好消息是说，如果是油页岩气越来越便宜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进口一些油页岩气。这个东西虽然成长那么高，但是价格可以比较低一点，但是东西都还很远对不对？第一个，那个美国还没有核准它的那个天然气，它只有核准几个国家，日本跟韩国，但是也还没有真的输出。那美国以后愿不愿意跟我们签约，把它的油烟气给我们，那是一回事。那第二个，它那个整个过程里面，它到底可以节省多少成本？因为大部分的成本是在于加压被液化过程，所以可以调度成本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，台湾确实也是怎么样，但是讲用电力来看的话，这个趋势也是蛮吓人的。所以电不是电好，就是说那种能源绝对不是一个假议题，能源就是一个真的议题。你现在你要享受同样的生活，你真的是生活上面，不管在经济上面，或是说习惯上面，都要去改变了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讲说，看了那么多台湾的，你也知道说，台湾的能源，我们这边讲说要3个，一定要这几个。第一个怎么样？永续安全的供应，
永续经营。那永续经营除了经济上面、国家安全上面，要永续安全的供应。那当然了，接下来就是什么社会环保的要求，这个好像现在声音反而比较大哦。所以，我们讲说，除了环保、经济之外的话，还有一个什么国家安全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兼顾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基本上最有用的怎么样？通常说节能啊，其实说大家在做，比如说我们机械系的同学念热流啊，我觉得在节能这一块，其实可以有很大的商机，而且是做好宣导，然后在工业上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些用处、一些进步的。所以在节能方面，改善性能源，那寻找多那个新的能源，新的能源当然是蛮难寻找，不过就是能源多样化，不要让我们的一些的能源都是单一哈，单一的话就有危险性，这样就是说供应来源哈。所以他这边讲说那个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大概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了哈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老生常谈的，也没什么。所以我们讲说能源研究是一个跨领域的课程啊。前面讲的都是技术，还有包括什么样？社会心理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什么学很多啊。